说起来啊，可能是一个巧合。加拿大的建国的国庆日啊是7月1号，而美国的国庆日呢，也就是被称为独立日的呢是7月4号，仅仅相差了几天。那么在7月份这个北美的国庆月份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加拿大的政府和国家的运营体系，看看加拿大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治理、怎么运营的。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加拿大的政体，那就是民主联邦制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国家。这句话说起来太复杂了哈，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那么我们就拆开来一点一点的分析。民主呀，我们不用多说，大家都懂。我们先来重点说一说联邦制。简单来讲啊，联邦制就是除了最高层的中央政府，各个省政府也有一定的自治权利。比如说教育、医疗、移民，甚至某些法律法规，各个省份呢都有一定的自治权。虽然大方向都是一样的哈，但是细节上呢，每个省又各自都不相同。为什么加拿大会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呢？这点啊，其实与美国比较相似，还是历史的原因。在17世纪的时候啊，法国人和英国人是最早开始殖民加拿大的。那么后来呢，法国逐渐退出了这个北美的历史舞台，那么加拿大成为纯粹的英国殖民地。随着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呢，殖民地上的人民的自治的意愿呢也越来越强烈啊。在1867年的时候，就由当时的加拿大省、新斯科舍省和新布伦瑞克省啊共同组成了加拿大联邦。这里面我们刚才提到的加拿大省这个概念，大家可能都比较陌生哈。其实，在当时啊，它就是包含了现在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所以啊，最早的加拿大联邦呢，就是由安省、魁省、NS 省和 NB 省4个省所组成的。而形成联邦的一个标志呢，就是1867年的不列颠北美法案啊，这也就是加拿大的第一部宪法。所以1867年呀，也被定为是加拿大建国的元年。那么随后呢，加拿大的其他的地区的各个省份呢，也相继加入联邦。比如说啊，BC 省就是在1871年加入的联邦，而当时加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要修通一条连接加拿大东西的铁路，也就是现在鼎鼎有名的太平洋铁路。那么大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介绍过。而最后一个加入加拿大联邦的省份呢，是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是直到1949年才加入的联邦啊，这也是加拿大入籍考试当中一道非常重要的题目啊。所以呢，加拿大这个国家呢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壮大，一个个的省份和地区相继的加入进来。但加入联邦啊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各个省份都保有一定的自治权利。也就是说呀，这个国家并非是由一个君主或者国王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国家啊，他们建国之后再做行政划分。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欧洲和亚洲的很多的传统国家都是这种模式。而加拿大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古代的游牧社会啊，是由一个一个的部落联合组成的一个联合体。所以在加拿大呀，除了联邦的统一的这个法律之外呢，各个省份也有各自不同的一些地方性的一些法律法规。就比如说啊，各省的税收、房屋买卖、驾照交规啊、教育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等等，都会有一些小的差别。那么在加拿大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移民体系、移民政策。那么加拿大各个省份都可以设置自己的移民选拔体系，挑选最适合自己情况的移民。这点上就跟美国的移民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的移民啊，就只有联邦移民局和国务院说了算，而加拿大呢，却有着2个层级的移民。国家层面的呢叫做联邦移民，而各个省自己选拔呢，则叫做省提名移民。要求呢各不相同啊，尤其是魁北克省啊，因为是法语文化，所以它更加特立独行一点。所以啊，加拿大的这个联邦移民，再加上13个省和地区的移民项目呢，不下上百个啊，有随时都在调整，所以啊，特别特别的复杂。那么我们再说回联邦制。联邦制除了各个省份都有一定的自治权利之外呢，更加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政府不是向上负责，而是要对下负责。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3级行政机构，市政府、省政府和联邦政府互不隶属。
省政府呢不是联邦政府委派的，也不向联邦政府负责，而市政府呢也不是省政府委派的，也不向省政府负责。而这3级政府啊，完全都是由各个层级的议会选举，是由老百姓选择出来的。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最大的好处啊，自然是对人民更加的负责。你要干得不好，那么下一次选举就会把你选下去，甚至如果出现重大的过失呢，在任期内都很有可能被罢免。所以您看啊，这个市长的老板绝不是省长，而是议会，是市民啊。当然了，这个缺点也有。那么就是各级政府间呢缺乏一个统一协调，经常会扯皮，效率很低。再有呢，就是政策的连贯性也很差。那么这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最近刚刚落下帷幕的一个争端啊，就是在 BC 省的素里市。那么在2018年，他上一任的这个前市长啊，要把这个警队由原来的联邦和省共同管理这个皇家骑警，更换成自己城市管理的素里市警啊，并且在这个市长任期的4年当中呢，已经开始了这种转换的进程。但是在2022年上任的新任市长呢，则完全推翻了这一个政策。理由是啊，自己运营的警力成本太高，坚决要保留原来的皇家骑警。但是问题是啊，转换过程已经开始了，皇家骑警和这个省政府啊不想再走回头路，结果呀，这个纷争啊就是越来越激烈，那么引发了素里市政府和 BC 省政府之间的一个巨大的矛盾，甚至呢还对簿公堂。这个事情啊扯皮扯了2年多，那么最近纷争呢才刚刚落下帷幕。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啊，省政府给素里市发了2.5亿加元的一个补助啊。那么素里市呢，最终同意还是要过渡到自己的城市警察。所以您看，这是市政府跟省政府之间的一个纠纷。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个省与省和省与联邦之间的官司。那么这也可能是加拿大最近2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最受人关注的一个纷争。那么就是衡山输油管项目。那么加拿大我们都知道啊，是世界上石油储量第3的一个国家，而探明的这个油田呢，大多数都集中在阿尔伯塔省北部。但是呢，阿尔伯塔省没有港口，那么石油想要运出去呢，只能这个依靠输油管线。那么这里面我们再普及一个趣味的小知识哈。加拿大的13个省和自治区当中呢，只有2个是不临海的，也就是阿尔伯塔省跟萨斯卡楚恩省啊。那么因为加拿大我们都知道是横跨3个大洋啊，中间在这个加上还有一个深入内地的一个哈德逊湾，所以呢13个省和地区当中有11个临海。但不幸的是啊，就是要往出输送石油的阿省没有海。那么我们说回衡山输油管线啊，阿省的石油想要运出去呢，只能是依靠在1953年建成的这个老输油管线。那么输油管线呢，是从埃德蒙顿附近呢，一直是通往 BC 省的本拿比港口啊，长达呢1100多公里。您想啊，1953年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加拿大的石油产能呢就卡在这个输油管线上，你甭管开采多少，那么只能是运出去这么多。所以啊，在2012年，那么拥有这条石油管线的美国公司呢，计划再扩建的一条管道啊，使输送能力呢从每天30万桶提高到每天89万桶。理论上来讲啊，这对加拿大的经济绝对是好事情，无论是国家的宏观经济，还是阿省的地方发展，都是有巨大的好处的。但是这时候呢，就有人站出来反对了，也就是输油管线的终点 BC 省。那么 BC 省的居民认为啊，输油管线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啊对环境也有所破坏，因为之前就发生过石油泄漏的事件。我们想想也是哈，谁愿意生活在石油管线旁边呢？如果你家的土地之下是埋藏有输油管线，或者是直接在你的农场上面架设，那么它的土地价值也势必受到影响。而好处都被你阿省和联邦拿走了，留给我们 BC 省的呢，就是环境污染的威胁和土地贬值。所以啊 ，BC 省的居民以及原住民呢，都是强烈的反对。那么居民反对啊 ，BC 省政府自然就要出头了。
所以跟阿省和联邦呢政府硬刚啊，甚至这个闹上公堂，官司直接打到了联邦的上诉法院。起诉项目在立项之初呢就没有做好环境评估。那么在2017、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纠纷是最为严重的。BC 省跟阿省之间啊是剑拔弩张，甚至开始打起了贸易战。阿省呢停止向 BC 省供应石油，因为 BC 省的炼油厂也是要依赖这个阿省的石油才能维持生产。而作为反击呢 ，BC 省则切断这个供应阿省的这个葡萄酒。您看起来是不是有些好笑哈？贸易战只听说国家之间打的，但是在加拿大这样的联邦制的国家呢，省与省之间也可以这样的剑拔弩张。那么这样的纠纷啊，使得输油管线的所有者美国的这家叫做 Kinder Morgan 的公司呢，也承受不起了。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将项目整体的卖给了加拿大联邦政府，那么总价是45亿加元。那么联邦政府后来呢，又从中干旋啊，重新进行环境评估，对 BC 省的居民又进行了大量的补偿，做了大量的这个后续工作。那么这样呢，才使得这个衡山输油管线呢，才得以恢复建设。目前呢，工程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您看啊，联邦政府在其中又起到了一个调停人的一个角色，要协调各省之间的一个关系和矛盾。但是联邦和各省之间呢，由于没有这种隶属关系，只能是靠谈判和妥协，甚至是利益输送的手段来进行协调。就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苏黎世的警察纠纷一样，下面一闹，上面是不能来硬的，只能来软的。最终呢，还是要依靠互相妥协来达成一致。那么这些例子呀，都能够说明联邦制国家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政府效率低，很难集中力量办大事啊，没有人会顾全大局，牺牲小我，各个地方呢都只看重自我的利益，所以啊，国家层面的发展比较缓慢。那么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基建项目呢，是很难推进的。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比较大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在加拿大呢也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我们说了半天加拿大的联邦制，您可能就会问了啊，既然各省都有很大的权力，那么省跟联邦之间是怎么分工的呢？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职能。简单来说呀，联邦政府主要是负责国家层面的这个，比如说税收、财政、宏观经济政策、外交、军事、劳动保障以及各省之间的关系协调等等的一些工作。我们先来看税收哈。我们都知道呀，一个国家的税收是它维持政府财政的最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尤其是在加拿大呀，税收就更加的重要了。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呢，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均衡，二是加拿大是一个福利性的社会，那么极其重视平均化。这就使得什么呢？税收和转移支付成为平衡各个地区和群体之间差异一个最重要的手段。简单来讲啊，就是要富人补贴穷人，发达地区那么支援欠发达地区。你像这个加拿大比较富裕的一些省份，像安大略省、BC 省和阿尔伯达省这3个省份，它经济实力都很强，那么往往就充当了给其他省份输血的重任。那么在2023年啊，加拿大的联邦财政的总收入是4750亿加元，而其中呢，用于平衡和补贴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额为946亿加元，也就是说呢，占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而税收呢，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最重要的一个财政收入来源。那么其中主要包括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啊、商品及服务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费税，还有像关税以及碳税等等。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要多说一句碳税了。碳税呢，这是小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在执政期间的一大创新。简单来说，就是你只要有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要缴税。那么2024年的4月啊，刚刚这个碳税涨价到每吨的排放要交税80加元。那么计划呢，在2030年的时候呢，要涨到每吨270加元。小特鲁多说呀，碳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鼓励人们尽量减少排放。
但实则呢，谁都明白，就是巧立名目加税，以缓解联邦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啊，现在您也该明白为什么加拿大的油价那么高了。好了，碳税我们不多说，毕竟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税种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对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消费税。我们之前说过呀，每个省的消费税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拿 BC 省来举例哈，BC 省的消费税呢是12%，那么其中5%是 GST， 也就是交到联邦的部分，而另外的7%呢，则是给到省里的部分，叫做 PST。那么它加在一起呢，就是12%的消费税。那么在大西洋4省和安大略省呢，它的消费税又被统一称为 HST 统一交给联邦，再由联邦给各个省分配。但是比例呢，也都是联邦拿5%叫法不同，其实这个各个省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下面我们再说个人所得税这也是加拿大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税种，它跟消费税也是类似也是要交联邦的部分和省里的部分，而且采取的呢是阶梯税率，所以计算起来非常的复杂，各个省呢又不太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低收入所得税就很低甚至有退税，很有可能你不用交税，甚至政府还会倒贴给你钱。但是如果是高收入，比如说年收入超过20万加元以上的部分，那么其中一大半都要交税了。好，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加拿大的税收，那么我们再进入到联邦政府的第二个职能，也就是国家安全，也就是军队跟警察。军事实力上加拿大目前其实并不是很强，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旁边有一个美国。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呢，共同坐拥北美的绝大部分土地也有共同的一个防卫的协议，所以呢，加拿大基本上不用担心外部的侵略。那么如果有侵略呢，也只能是来自于美国。而历史上加拿大唯一的一次遭受侵略呢，也就是来自于美国，它是发生在1882年。最后美国并没有拿走加拿大的1寸土地，还被烧了白宫。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了，你就是让美国侵略加拿大，美国还不愿意呢。所以加拿大也就没有必要再耗费大量的国家财政去大力发展军队和军事工业了。目前加拿大的常备军人大概只有6万多人，而几乎所有的武器装备呢，也都是采购美国的。那么这点上呢，我们很难说是好是坏。那么最近加拿大呢，还一直被北约要求增加军费。那么北约的标准呢，是各国的军费都要达到它的 GDP 的2%，但是加拿大的军费呢，却只有 GDP 的1.3%左右。警察方面呢，联邦政府是负责绝大部分的警力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加拿大的皇家骑警。那么皇家骑警它的英文全称呢是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简称是 RCMP。这其中 Mounted 是有骑在马上的意思，也就是骑警。那么历史上呢，加拿大的警察呢是用马来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的。那么虽然现在的皇家骑警很少骑马了，但是骑警这个名字一直被沿用至今。皇家骑警虽然著名呢，但并不是所有的加拿大警察都是皇家骑警。就像我们前文提到的，在一些城市呢，也会有自己运营的警察力量来维持治安。比如说在温哥华和多伦多都是自己的市警。所谓市警就是由市政府运营并拨款的警察，而皇家骑警呢，则是由联邦和各省政府共同运营的。我们接着说回联邦政府的职能联邦政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外交。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尤其是最近10年呢，比较爱出风头的我们的总理小特鲁多呢，在国际的舞台上露脸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加拿大虽然是主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GDP 全球排名前10，政治阵营上呢又属于北约 G7 以及五眼联盟成员，但其实自己的外交话语权并不是很多，那么主要还是跟着美国走。这也没办法因为加拿大的国际贸易呢，主要就是依赖于美国。那么加拿大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呢，占据加拿大的全部贸易总额的75%，而排名第2的呢，跟中国的贸易总额呢，仅占10%左右。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的国家就几乎没有超过3%的。也就是说在国际贸易上，加拿大是非常的单一的。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呀，跟加拿大贸易排名第2的中国，那么虽然对于加拿大来说，那么10%的进出口总额已经很高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呀，却只占了1.5%。显然呀，对于中国来说，这点贸易额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么其他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更是如此。所以呢，加拿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呢，其实并不大。但是加拿大却有一个必杀技啊，那就是接收难民。那么，所以无论在国际形势上有什么样的动荡，你比如说某个国家陷入战乱哈，加拿大其实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呢都很难有大的影响，但是呢，它却可以接收难民。你比如说索马里呀、苏丹呐、阿富汗呐、叙利亚呀、乌克兰呀，都是有大量的难民来到加拿大的。2023年呢，加拿大总共批准了7.5万名难民的申请，也就是说，让这些难民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那么同年呢，又有10几万的难民在加拿大的境内递交申请。当然啊，难民的话题也一直饱受争议。从好的方面来讲呢，这体现了加拿大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啊，更提升了加拿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些形象。但是另一方面呢，加拿大的国民经济也要承受沉重的负担，国内呢也是人满为患。以上其实只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一些主要职能。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功能。你比如说退休金失业保险等这些社会保障体系你再比如说环境保护、劳动就业、文化交通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里，您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那么除了联邦政府，省政府跟市政府又要负责什么呢？我们先说省政府简单来说，省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呢，就是医疗跟教育。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全民免费的一个医保系统。那么这个医保系统呢，就是由各个省份自己运营的。而另外呢，就是教育无论是中小学的 K12教育，还是大学的高等教育，也都是由省政府统一拨款管理。另外呢，省政府还要负责你比如说道路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交通的运营，以及一些省一级的社会福利也都是省政府的职能。那么省一级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哪里呢？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联邦财政转移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省一级的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那么对于省政府的职能我们用跨省搬家的例子就能最好的一个体现比如说您从一个省搬到另外一个省生活，那么有一些生活的最基本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比如说医保卡。因为医疗体系呢都是各省独立运营的，您要搬到另外一个省份生活呢，就要在当地重新注册医疗卡，否则呢就无法享受当地的免费医疗。而孩子的学校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学分的转换、学分的认可都是需要省教育局认可的。而生活中更离不开的呢是汽车牌照和驾照，这些呢也都是各省独立运营的，每个省都有各自认可的不同的汽车保险公司。而且在 BC 省、萨省、曼省跟魁省这4个省份，它认可的汽车保险公司都只有分别的各自一家，而且都是省立国营的。那这4个省份的汽车保险公司我们其实把它说成是事业单位也不为过，绝对的政府垄断，它的效率很低，费用也很高，也广受老百姓的一个诟病。而驾照也是同样的每个省份都有各自的驾照，甚至呢交规和驾照的级别也稍有不同比如说在等红灯的时候是否可以右转这个问题其实其他的省份都是可以的，唯独呢是在魁省的蒙特利尔的市中心是不行的。另外呢就是限速各地也都不尽相同。所以您想，交规都不太一样，驾照就更是如此了。所以我们在加拿大跨省搬家的时候要重新的上当地的车牌，换当地的驾照当然加拿大本国的驾照呢，无论是哪个省颁发的，都可以很简单的互换，也不用重新考试，做一个视力检测就好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市一级政府。那么市政府它最重要的职能呢，就是负责像水电、消防、垃圾卫生、文化、公园、娱乐等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民生服务。另外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如果城市治安是由市警负责的话，那么市政府还要有自己的警力。
那么这里面还要提到一个知识点哈，加拿大的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呢，就只有联邦、省、市这3级政府。那么市呢，就是最小的行政单位了，它再没有什么区县、乡镇啊、村、街道、居委会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它也没有类似于美国的那么介于州和市之间那么一个县的概念啊。其实呢，加拿大的这种行政的区划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这种简单的行政区划在一些大城市也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在我们熟悉的多伦多、温哥华这样的大城市啊，往往是由很多小城市一起组成的一个都市群。你比如说啊，大温哥华地区总共有200多万人口，但是其中的温哥华市呢，就只有60多万人，而周边的素里、本拿比、列治文、西温、北温、高桂林、兰里等等呢，20多个城市组合在一起啊，构成了大温哥华地区。那么这20多个城市当中啊，它的消防、垃圾回收、学校设置、警务，甚至最重要的这个地税的金额也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简单的理解啊，在加拿大的都市群中的城市呢，更像是国内的区啊，但是呢，各个城市的独立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这里面我们就要涉及到加拿大人生活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了，就是地税。也被称为是房屋税或者是物业税。那么这是加拿大市一级政府最重要的一个财政收入来源了啊。每一个房屋啊，无论是独立屋、联排别墅或者是公寓呢，都需要按照政府的一个评估金额，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地税。那么这些税收呢，就是要用于市政府的消防、卫生、文体和公共服务、警察啊等等等等。而加拿大的地税呢，跟美国又有点不太一样了。美国呢，由于它的这个公立的中小学的成本呢，主要是由市政府负责的，所以啊，地税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这个区域的这个教育经费和教育水平。所以啊，房价高、地税高的地区呢，一般来说学校就会相对来说好一点，而在一些贫困的社区呢，教育质量呢，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是加拿大呢，则不太一样。我们前面说过呀，中小学的经费是由省政府负责的，那么省里统一调配。虽然呢，各城市的地税当中呢，也包含有一小部分是用到当地的教育当中的，但是呢，这个教育经费的大头还是省里拨款。所以啊，加拿大的中小学的硬件和软件的水平呢，是非常的平均的。不光是经费，每个学校都差不多，就连校长和老师啊，也都是全省在随时调配的。那么加拿大的地税金额是高是低呢？我们可以说不便宜哈，但是呢，由于没有这种教育的压力，所以比起美国来说呢，还是低了不少的。就比如说啊，大温哥华地区的它每年的地税呢，大概在3/1000左右，也就是说呀，100万加元的房子每年的地税呢，大概就是3000加元左右。而大多伦多地区呢，则要稍微的高一些，它在6/1000到10/10之间。也就是说呀，100万的房子地税每年呢是6000到1万加元左右。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地税啊，它的各个州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呢是非常大的，但是普遍呢是集中在10/10到20%之间，也就是1%到2%啊。那么其实呢是加拿大的几倍的一个概念了。所以啊，您别看在美国挣得多，但是花的也多。一个家庭光是在地税和医疗保险上的投入呢，每年可能就要比加拿大多出上万美元。好了，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大概的了解了加拿大的联邦体制以及3级政府的职能。但是呢，这3级政府到底是怎么选举产生的？加拿大的君主立宪制到底又是怎么回事？英国国王和加拿大总督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加拿大的议会是最有权力的机构？而目前加拿大又有哪些主要的政党？这些话题啊，我们放到下期再跟您细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